果然是颜值影响战力。从2月份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发动俄乌战争开始，至少已经损失了1/3的坦克，死了差不多45000到55000人。俄军在乌克兰这半年遭受的损失是其在阿富汗战场10多年损失的数倍，甚至害怕损失巨大，俄罗斯人无法接受与承担。所以俄罗斯国防部队从4月份开始就拒绝发布战损公告。果然，也只有俄军才会这样的不负责任。在这场战争中，俄军与前几个月刚入侵乌克兰相比，坦克款式也从现代坦克逐渐被库存了几十年未经使用的苏联时代的坦克所取代。尤其是最近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俄军坦克，居然有许多超过50年库存的 T62 坦克，可见今后的俄军只会越来越疲惫。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俄国防部居然还在8月15日开展了军队2022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咋了？这俄军是没钱要圈钱，还是炫耀自己的技术？俄军可能是真没钱了，不然也不会派苏联坦克上场了。至于技术，听说在这场活动中，俄军的 T14坦克要换装152毫米主炮，用来取代现役的125毫米主炮。可火力军寻思 T14换装152毫米主炮这事儿，好像从2018年刚服役的时候就有了吧？现在重新提出来，是有重大突破了吗？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战坦克主要装备的是105毫米到125毫米口径的主炮，像此次俄军要换装152毫米主炮的 T14主战坦克，目前用的还是125毫米主炮，而且按照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制造厂工作人员的说法，由于 T14坦克采用了无人炮塔设计，能大幅简化改装工作，对俄军来说轻而易举。火力军想不明白的是，在军事领域里，像这样的改造更新换代是非常常见的事儿，而 T14要换装152毫米主炮都说了好几年了，也没见落到实处。鬼知道这次军队2022之后又要拖多少年 T14才能换上152毫米主炮。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T14坦克换装的那些事儿，以及乌军能抵抗反击俄军的原因。苏联坦克的发展历程其实从187工程开始，到 T90， 再到如今的 T90MS 和 T14， 再加上中间科技树点歪的640工程和布尔拉克通用炮塔，我们就能知道个大概。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搞出了大量的新概念，里面就包含有这次预换装的152毫米的新型主炮或无人炮塔和尾舱自动装弹机等等。只不过随着苏联的崩塌，这些项目最终都不了了之，也只有发展相对成熟经济的187、188工程存活到了今天。像现在俄军的4代坦克 T14阿玛塔其实是个混血，身上流淌着苏联末期各项试验车的血液，可见苏联的解体对苏俄的军工产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大量工厂因发不出薪水而停工，富有经验的工程和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国谋生。虽然这几年俄罗斯的经济稍有好转，军工有恢复的迹象，但也无法掩盖俄罗斯经济衰弱的事实。比如由于资金问题，迟迟无法量产的 T14主战坦克，以及改了又改的 T72B3系列坦克。明面上我们看着俄军坦克光鲜亮丽，其实里面已经空了。或许这就是俄军在俄乌战场上欲盖弥彰的原因。至于此次 T14换装大火力152毫米无人主炮的事儿，苏联人其实早在195工程上就开始了。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民生经济，在生活水平上甩了前苏联一大截。后面更是研发出了著名的 M1A1 艾布拉姆斯、豹2 A4、勒克莱尔等先进装备，在常规军力上赶上了前苏联的步伐，而这一切狠狠刺激到了前苏联。军方高层判断自家现有的 T72B、T80B 和 T80U 面对西方全新坦克已经没有了优势，便下令各地设计局务必尽快拿出第4代主战坦克的研发方案。不久，乌拉尔机械车辆设计厂拿出新主战坦克的设计项目，这便是195工程。在项目初期，工程师首先考虑了新坦克该采用多大口径的主炮。当时的军工人员一直在130毫米、140毫米以及152毫米口径之间反复争吵。
最后，工程师在考虑到同期西方坦克的防护能力后，决定采用130毫米高膛压滑膛炮，再配备一门30毫米的 2A72 型机枪当辅助武器。但到了后期，可能是因为苏联人对大火力的执着，195工程又改为了152毫米高膛压滑膛炮，因此195工程并没有完全沿用现有坦克的设计，而是大胆采用了无人炮塔和全新的自动装弹机。可随着时间来到1991年，此时苏联已经萎靡不振，经济再也无法撑起195工程的研制，最终该项目不得不终止。到了2011年，俄罗斯觉得自己行了，便重启了这一项目，而负责单位依旧是乌拉尔机械设计厂，而新项目产品便是正在研发的 T95 主战坦克。然而，由于 T95 项目采用了更加复杂的技术，再加上当时俄罗斯经济又遭受打击，因此这一方案又再次下马。部分成果被挪到了后来的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身上。就这样，195工程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研制周期后，最终依旧被封存在俄罗斯某个破旧的仓库中，静静地看着 T14参加胜利日的阅兵。那么，按照苏联人对大火力的执着，换装152毫米主炮的 T14 主战坦克火力有多强呢？T14 主战坦克与其他坦克相比，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黑科技。最大的不同便是首次使用了无人遥控炮塔设计，搭配上全新的125毫米 2A82 EM 式滑膛炮，能将射击精度提高 15% 到 20%， 是北约最先进火炮的 1.17 倍，射击密度将提高 1.7 倍，而且炮管的耐磨度也远远优于 T14 的竞争对手。其次便是狭时主动防御系统。这一防御系统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其探测装置，其采用的紫外波段定位仪不会和之前的红外观测装置一样，受目标附近多热源的干扰而丢失目标。而且它在和坦克成员所在的装甲防护舱安装有可360度观测的摄像机，能够多角度的去观测战场情况。最后就是 T14 主战坦克具有极高的集成作战能力。T14 是世界上首款完美融入网络中心战构想的坦克，它不再单打独斗，而是作为战斗群的一部分运行。网络中心战是开展战争的一种构想，所有战斗行动参加者们都连接为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这种新战争规定也导致坦克决斗再也决定不了战斗的结局了，但坦克在其中依旧非常重要。如果 T14 主战坦克真的完成了152毫米主炮换装，那么它在攻击力方面肯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上涨，甚至在世界最强的那一波主战坦克中名列前茅。其实火力军对于 T14 换装152毫米主炮并不意外，因为当俄罗斯炮弹杀伤力不够时，一直都是通过增大口径使用大口径的炮弹来弥补的，很符合俄军火力不够数量来凑的武器设计理念。当然，虽然说换装之后有很多的好处，最重要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但是有利就有弊，这样的换装首先带来的便是载弹量的下降，因为炮弹体积的增大，在相同的坦克内部空间下，数量自然会下降。再者就是炮弹重量和体积的增加，士兵在搬运和装填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不便。既然如此，依然阻止不了俄罗斯人在 T14 上换装152毫米主炮的想法，可见俄罗斯人对大火力的执着。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实例来看看152毫米主炮的威力和对坦克性能都带来了哪些影响。292工程是苏联最后时光中众多坦克研发项目中的一个，与其他那些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坦克相比，292工程显得十分简单，它只是一款试验性的升级坦克，并没有融入太多激进的修改计划。292工程坦克的原型是 T80U， 是对 T80 坦克的升级。292工程没有改动坦克底盘，而是安装了一个改动后的炮塔。在这座炮塔上，最明显的改动是安装了一门152毫米滑膛炮。这款炮身管倍径与125毫米炮一样，采用48倍。抛开火控等因素不提，单说火炮的威力肯定得到本质提升。
火力军相信任何坦克都不想承受一次这样的攻击，并且当时的俄军高层都认为152毫米的主炮能够轻松应付。当时最先进的 M1、艾布拉姆斯、豹2等主战坦克，可见152毫米主炮的威力。当然了，和 T-14换装152毫米主炮的毛病一样，虽然292工程坦克的火炮配备了自动装弹机，但是由于弹药体积增大，不仅装填速度变慢，而且在坦克内只能携带16发炮弹，严重降低了持续作战能力。虽然安装152毫米主炮的坦克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新一代坦克从研发到服役尚且还有一段时间，并且随着坦克造价的提升，已经不太可能像 T54、55一样动辄生产上万辆。再加上俄罗斯差劲的经济，俄军未来的装甲部队配置可能就和俄乌战场上的表现一样，以新一代新型坦克搭配数量众多的老旧坦克活跃在战场。只不过想让 T-14换上新装，现身俄乌战场，怕是不能实现了。最后，乌军能抵抗俄军侵略大半年，甚至反击俄军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乌军改进了现役坦克，提升了装甲兵团的战斗力。从2013年俄乌危机爆发开始，乌克兰装甲兵部队就在不断的调整和改革，已经成为了一支东欧地区不可小觑的装甲作战力量。而从俄乌战场的表现来看，俄军显然是轻视了乌军装甲部队的实力，所以才会遭受重创。乌军的装甲兵部队号称东欧长矛，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乌克兰便从苏联那里继承了6500辆坦克和步兵战车，又经过后续不断的升级调整。按照最新的统计，今天的乌军仍有2879辆坦克，在东欧地区是一股很强的坦克部队。乌克兰的坦克主要分为 T-64、T-72 和 T-80 三种，这3类坦克乌军都做了升级。乌军的 T-64坦克性能还可以，他们在 T-64外侧安装了新型的反应装甲来提升防护力，并在坦克内部安装了联网卫星导航系统和数字化联络系统，大幅提升了坦克的信息化作战能力。乌军给 T-64加装的1000马力发动机能让它具有灵活的机动性，同时安装 KBA-3 125毫米的滑膛炮和新型的热成像仪和瞄准装置，直接让 T-64坦克达到了3代坦克的标准。而对于 T-72的改进措施也大同小异，提升其防护能力，并让其具备发射反坦克导弹的能力。最后，对于 T-80的改进是在其基础上加装新型的装甲防护、主动防护系统以及热成像仪，将其升级为 T-84坦克。乌军的改装效果十分显著。根据战报，乌军第93机械化步兵旅就曾使用 T-80坦克，将俄军近卫第1坦克军打得损失惨重。第93机械化旅是乌军王牌中的王牌，在俄乌开战的第1天，第93机械化旅从乌东北上驰援哈尔科夫，同当地守军一起顶住了包括俄军最精锐的御林军、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下属的近卫红旗第4坎杰米罗夫卡坦克师在内的大部队的围攻。在3月上旬的反击中，93机械化旅一路追着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打到苏梅州，直接将第4近卫坦克师打残。最近一次，乌克兰陆军第93机械化旅更是击溃了俄军最精锐的150摩步师，击毙该师师长，并缴获了该师军旗。其次，乌军能抵挡住的原因是乌军部队编制合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火力上的优势。像乌军正规军坦克旅、机械化步兵旅的编制和预备役坦克旅、机械化旅的编制完全相同的做法，是非常前沿的军事手段。一般来说，现代的信息化战争是作战时间短、伤亡巨大，因此是需要有专业性强的预备役部队，能随时且迅速地转入现役部队，以便维持现役部队的数量和战斗力。而乌军高层组建的预备役坦克旅、机械化旅在俄乌战争中迅速从预备役转入现役，让乌军正规军有了非常大的战争潜力来抵挡俄军的侵略。而俄军在动员预备役方面就落后于乌军了。最后一点便是乌军后方有着西方国家的援助，像美国便军援给乌克兰10多门海马斯火箭炮和110多门 M777 榴弹炮等等。之后还有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而乌克兰的邻居波兰更是提供了400多辆 T-72坦克等武器。虽然军援的武器装备大多比较老旧、缺斤短两，但是乌军却凭借着这些次等武器给俄军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5万俄军的伤亡，就算是第2军事大国也吃不消，更别说被标枪等导弹打得一点不剩的坦克了，不然俄军也不会放老古董上去。有了改进后的现役坦克，外加专业化预备役的支持，再加上背后的军援，这才是乌军能顶住俄军进攻进行反击的原因。总的来说，不管是拖延许久的 T-14坦克换装，还是俄军在俄乌战争的表现，其实都从侧面证明俄军实力正在急速下滑，俄罗斯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了。好了，关于 T-14坦克换装以及俄乌战场上双方的表现，你还有什么补充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